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很多朋友过了50岁以后啊，就会发现自己的老供开始不足了，红色的水啊上不去，慢慢的每天都会感觉头上压着一个大石头，每天头上特别的沉，特别的重，而且自己的注意力，包括自己的记忆能力都会时好时坏。有的时候啊，感觉状态特别的好，而有的时候啊，一下子状态就跌入谷底，这么一下子会持续好多天。思考问题的时候啊，就总感觉脑子当中啊蒙着一层雾，然后想问题啊就总感觉想不透，而自己明明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水啊上不去，脑供开始明显的不足。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会查询各种各样的方法，每天也做一些锻炼，但是发现啊好像微乎其微。那么怎么办呢？今天大伟给大家分享一个道家的绝活，叫做开天门。只要大家跟着我去做，做完了以后，你会发现逐渐的就能把我们的水啊引上去。每天坚持做一次，只要你能够坚持1个月，你会发现整个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好了，接下来我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一定要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咱们的视频收藏下来。咱们现在开始讲解动作。开天门这个动作呢，分为2个步骤，第一步咱们叫做引，第二步叫做散。什么意思呢？你看我做给你看啊，咱们首先先把大拇指放在我们耳朵的上方1指的位置啊，从侧面的看一下，然后呢，2个手指慢慢的从下往上走，就这样去走。咱们做的时候啊，可以把眼睛闭起来，慢慢的往上。你注意看，左右为一次。有很多朋友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他做的速度啊比较的慢，包括它的力度啊比较的轻，这样不太好。我们的力度大概在4分力，速度的话可以上升到这样的一个速度。从不同的角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慢慢的往上去滑。有很多朋友啊特别爱美，脸上容不得一点瑕疵，然后他说大伟，你做这个动作会不会以后脸上留下一个印子啊？我说你放心，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过2分钟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们讲开天门，开天门，天门推开一抹红，红的在哪里？就是这条线。我做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正常左右为一次，做上40次，慢慢的往上去做，然后你如果经常做的话，你会发现一条红线慢慢就上来了。咱们有很多朋友啊，之前给大家分享说，老师，我跟着你做，我红线上不来，为什么？我说你放心，今天上不来，明天上不来，你只要按照这个步骤做，你的速度包括你的力度啊都没有问题的话，你后天就会出来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我已经有感觉了，你们可以看到吗？这个位置啊，我们把灯光啊把它挡住，你会发现这个位置上来一条红线，这叫什么？我们把这个红线称之为叫做引子。什么叫引子呢？引是引力的引，万有引力的引，把这个地方引出来，才能把我们红色的水调动上来。所以开天门，首先第一个步骤就叫做引，也叫做聚。只有把它引起来以后，才能聚。聚完了以后，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散开？2指变4指往外拉，慢慢的做啊，4指外拉，大家可以看一下，顺着我们的脑门去往外。在做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发现，皮肤下面有很多咯噔咯噔的东西啊，做起来以后咯噔咯噔的，这些是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些都是你的网上面打结了。我们的头上有一张看不见的经络网，这张网如果说长期堵着啊不通的话，它就会打结，一打结了以后，你在做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在做的时候，慢慢的啊，不同的角度看一看，慢慢的把它打开，做多少下，去做上一个15下到20下，这叫做散。先开始把它聚着，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散开来。只要把它散开来以后，然后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只要把它散开来以后，有的朋友做完以后，头上就开始感觉了轻松，眼睛上面也会有感觉发亮，脸上有的朋友会感觉由内而外的发热啊，这种是什么？都说明着你把这个水开始逐渐的往上引了。这个开天门的动作，咱们建议大家每天你至少做上1次，一天也可以做上2次。但是每次之间你可以间隔4到5个小时，做完以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感觉都不一样。这个动作一定要学会，然后每天坚持去做，是一个非常棒的动作。在这里呢就分享给大家了，大家如果感觉好的，可以把它收藏下来，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咱们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老年痴呆的人啊，我遇到过很多，也对这个问题啊做过深入的研究。这个问题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给大家简单的来讲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的记忆能力啊，突然偶尔的会有一些忘事啊，就是记忆能力下降，有些东西啊突然一下子就忘记了。
然后随着你的时间啊变长，你会发现啊，你的大脑当中的一个空白量啊是越来越多啊，忘记的事啊也是越来越多。不过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说你小时候发生的事啊，一般来说是不容易忘记的，就是容易忘记近期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再到后面呢，就开始啊有一些记不得路了啊，记不得人了。逐渐的开始，你的讲话能力啊，开始有一些啊磕磕巴巴的讲话能力啊，别人都得靠猜，你自己想说呢，你也不知道怎么去组织语言。再到后面啊，你的就是小时候一些经历的问题啊，除了一些非常深刻的，都开始逐渐的忘记。到最后你就什么也记不得了啊！这个老年痴呆这个问题啊，其实非常难，难在哪里呢？就是说它现在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法，唯一一个能够预防的是什么呢？就是经常啊去活动我们的思维啊，去做一做手上的一些思维操啊。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2个手上面的思维操，这2个动作啊，我是感觉是非常好的，也非常简单，容易练习的。特别是你在平常的时候没事的时候还能去把玩把玩。这2个操啊，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有用的啊，可以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一次跟着我就能学会的，也可以在评论区打上已学会，让别人为你点赞。好了，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来教动作。第一个动作非常简单，它是能够锻炼你大脑意志力和控制力的动作啊。这个动作可以勤加练习。你看，大拇指互相点上啊，然后呢，我们把手握在一起啊，再伸直，再握在一起，再伸直，再握在一起，再伸直啊。这个动作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它有一个要求啊，你们一定要达到什么呢？大拇指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握在一起的时候，指尖千万不能露出这种缝隙。比如说做个错误的给大家看，你看，一做的时候手就散开来了，一做的时候手就分开来了啊。你们这样做就不行。这个动作练习的时候最好对着镜子去做，自己这样观察的更清楚一点。你看，你想让手不出现缝隙，并且把它捏在一起啊。既锻炼了你的力量，又锻炼了你的大脑控制能力。好，慢慢的伸出来，2、3、4、5啊。做完以后，这里会酸酸的啊，都正常的啊。做完了5遍，换手，你看，再来1、2、3啊，不能出现空隙啊，指尖不能留空隙。4、5，好，做完了以后再换手，再来啊，非常简单，1、2、3、4、5，好，刚刚那组啊就做的比较快了啊，简单大家做一下。大家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手在折的时候不能这个有空隙，一定要用意念去控制好它。你们集中注意力啊，做的时候看着手去做，你就有这种感觉啊，就用意念去控制手，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好，我们讲完了第一个动作，来讲第2个动作。第2个动作是什么呢？你看啊，我们首先啊，把我们的手一定要张开来啊，把手张开来，然后呢，用我们的食指啊点在一起，2个食指点在一起，然后把我们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点在一起，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你看，这样的一个姿势，大家把它做好。你看，手张开来，食指点食指，大拇指点小拇指。好，做完了以后呢，以我们的小拇指为一个轴，你看手这样一转，转过来，好，大拇指碰小拇指，再一转，转过来，还是大拇指碰小拇指，再一转，转过来，又是变成了最初始的样子。啊，大家看啊，这个动作我再做慢一些啊，你看，食指和食指相碰，大拇指和小拇指相碰，然后呢，以我们下面这个点啊，看转，哎，转到我们的大拇指碰小拇指，再转，又转到我们的大拇指碰小拇指，啊，再一转，回到我们初始的一个姿势啊，做快一点呢，就是这样看，1、2、3， 1、2、3， 1、2、3， 1、2、3。1、2、3， 1、2、3啊，整体做起来啊，你会感觉特别的累，是什么累呢？一个是你的大脑要去控制，就是你有时候啊做的时候做不好，它思维就会乱，乱了以后呢，你就不知道去点哪了，一绕就人就绕糊涂了，所以你的思维其实是在跟着你的手啊是一起转动的。第2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它手啊要求的是完全的打开，就像这样全部张开来。张开来以后呢，它是练习的你的哪里呢？整个筋啊，
我们手腕这一圈，你会感觉发胀，都是正常的。所以这2个动作啊，它和我们其他做的动作不一样。其他动作做的动作，它有的是灵活手指的，我们这2个动作啊是加入了我们的思维，就是一个专注模式。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手上的一个力量的一个练习，因为毕竟呢，我们手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缩影，所以在这个做的时候啊，它既能锻炼到我们的整个力量，又能够增加我们的思维能力。这2个动作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2个动作你可以在平常没事的时候自己呢做一做打发时间就这样去做一做非常的好。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受益，同时把这个视频可以转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人经常头晕、头疼，头上面怕见冷风，而且这类人群大部分都是40岁往上走的。我们说人只要过了40岁以后头上面的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就一定要重视。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如果年轻的时候去洗头，对吧？洗完头以后，即便头发没干，你20岁左右出门头发也没干，无所谓哪怕这个风对到你头上吹，你也不会有任何的不适感。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年轻。但是你换一个30岁或者40岁以上的人试试看，他头上一定要吹干，他如果不吹干，出门吹了冷风，第2天这个头上面就会疼，要不然就是头晕晕的，要不然呢就是浑身没劲，要不然甚至体质弱一点的还会感冒受凉。所以说我们头上的问题都是要值得重视的。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到了40岁以后就容易出现头疼、头胀，甚至我们头怕见冷风呢？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解释这个答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头上眉头中间有一把锁，这把锁它其实关乎着我们整个头部的一个筋膜的紧张程度。说白了，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整个头部经络的一把锁。你把这个眉头中间这一块我手指的区域给它解开了以后，你会发现立马的头上就会变得非常的轻松，而且解完了以后头脑清醒，这个思维能力都甚至变强了。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那么这个锁在哪里呢？我们讲这叫天门线，就是从我们的印堂到我们的发际线这里这道线叫做天门线。你每天去推上一个100下左右你就会感觉这个头上面非常的好，而且你随着你的往深度的一个推揉慢慢的很多人额头上面就会出汗把我们整个筋膜打开了以后它就会向外释放一些不好的物质，通过汗液排出来所以我们来做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手姿势是这样的我用我手指的位置就是我这个大拇指的小尖尖这个位置，顶住我们的一个印堂，然后往上去推你看推到哪了？正好到发际线这个就像一个什么呢？两边是门，中间是一条线叫天门线然后来2、3、4、5你去做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拿手跟着我去做，你们去感受一下。一般来说，你头上头顶的这个筋膜越紧，你越容易头疼，越容易感觉头晕的怕冷风的，你推这条线的时候越会感觉疼痛。很多人反馈刚开始都不敢下手，为什么呢？太疼了刺刺的、胀胀的、疼疼的。但是我告诉大家，无论有多疼你就忍着哪怕你轻一点就往上推，速度不用快，就是像我这样速度慢慢往上推。随着你做上一个30下到40下左右，你会发现慢慢的它这个越来越轻，越来越轻感觉最后感觉就有一些微微的酸、微微的胀胀的感觉我们就这样去推上一个100下推完以后这个时候你把眼睛可以睁开，也可以往上挑一挑眉毛去感受一下，你会发现此时你的头脑是轻轻飘飘的感觉非常的舒服。其实就是这么100下就把我们头上的这个经络网给打开了我们日常当中每天就做100下，但是我们的力道不要过重，因为过重了以后很多人他会在额头上面形成一道线就是红印子，它消不掉。我们正常力道就轻轻的、慢慢的往上推，这样呢，头上做完以后可能会有一道气血的印子，但是一会儿它就消散了，它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也不影响你整体容貌的一个美观程度。所以呢，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如果学会的朋友呢，也给视频点个赞。我是大为，会给大家分享你学不到的养生内容，而且这些内容都非常实用，希望大家能关
关注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生活节奏快，失眠的人群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失眠啊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躺在床上啊始终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啊，在这个漫漫黑夜当中啊，一直翻着，一直滚着，就是睡不着。大脑当中思维非常混乱，一直想让自己强制的安定下来啊，始终睡不着，直到天亮了啊，顶着疲惫的身躯再去上班，再去工作，再去做一些家务，很累。而且很多人啊都不知道，失眠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啊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原来一个脾气非常好的人，他经过长期的失眠以后，他就会导致自己的性格大变，变得特别挑剔，爱挑别人小毛病，嘴巴变得特别的碎，特别的易怒。有些朋友啊还会因为失眠导致自己的这个记忆力下降。总之，失眠不是一件好事，也非常的痛苦。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把它解决呢？非常的简单，教给大家2个小技巧，这2个小技巧啊都非常实用啊，对于一些中度以下的一些失眠都能带来很大的帮助啊。那我们是什么小技巧？第一个呢叫神门画圈法啊，就是我们的神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我们把它对在一起，2个手啊都对在一起，对在一起呢就画圈啊。睡前画上100到200圈啊，就这样画圈，2个手啊就这样轮流的画啊，轻轻的啊，幅度也不要大啊，轻轻放松，躺在床上啊，手就放这画圈，画个100到200下。很多人啊画着画着啊，自己的困意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安神啊，就这样。第2个动作啊也是非常简单的啊，叫舒眉法啊，舒眉法。为什么叫舒眉法呢？其实非常有意思啊，你会发现啊，这个人睡不着的时候啊，他这个眉头啊是始终紧皱的，就睡不着，这个眉头啊一直皱，你越皱啊，你就越睡不着。为什么呢？它会激起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交感神经的一个反应啊，让人变得兴奋。所以呢，想要你睡着啊，我们就要做舒眉法，让我们的眉头啊舒展开来。你去观察熟睡的人啊，他这个眉头啊是舒展的很开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外在的刺激啊，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更好的进入到一个睡眠的状态中。那舒眉法怎么去做呢？非常简单，我们2只手啊，就是刮我们的眉头，把它慢慢往外刮，越刮越放松，越刮越放松。单手做是什么呢？推我们的眉头，看手这样推啊，推着往外推，推上一个100下到200下，让我们的眉头啊舒展开来。啊就可以了。其实它的原理非常简单，就是把我们的紧皱的眉头啊给它往外扒啊，把它扒拉开，把这个中间的这个点啊把它扒开了以后啊，那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之下是更有利于我们助眠的啊。所以呢，如果你睡眠不好，不妨试一下这2个方法。第一个啊就是神门画圈，第2个啊就是舒展眉头啊，这2个方法可以一起做啊，对于你的帮助啊会更大。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啊，如果你感觉有用的话，在视频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没有关注、没有点赞的，关注一波，点赞一波。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啊，咱们进入了深秋的季节了。那么，往往在进入季节交替的时候，特别是温差过大的时候，咱们的身体啊就会出现一定的不适应。那么表现啊，就比如说免疫力下降啊，或者是容易感觉到疲乏啊，身体上面没劲啊，或者脑子里面啊总感觉晕晕沉沉的。那么这样的感觉呢，其实啊就是我们不适应季节的一种变化。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大伟给大家分享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啊非常的简单，而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们每天去做，特别是在季节交替的这个时间，就是现在这个点啊，深秋马上又要进入到冬季啊，这个冷热交替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动作做一做，既能让我们的眼睛啊变得明亮，同时呢还能开我们的脑窍啊，让我们的身体啊变得更加有精神。动作是什么呢？非常的简单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我们的额头啊，大家在额头上面看，这个取中间一条线啊，比如说我额头这么宽，对吧？那我在中间找一条线啊，就这条线，然后呢，那个眼保健操第4节课啊，我们都知道啊，轮刮眼眶，对吧？是这样刮，只不过说我们刮的位置呢，是刮在我们额头中间这条线上面，用我们的指节这里去刮，大家看看横着刮，像画一个一样往外打开，看，大家可以闭着眼睛因为这个动作比较简单，所以大家闭着眼睛听着我的声音，跟我一起去做，感受一下我们把眼睛闭起来，然后一起来从中间向两侧，1、2、3、4、
5、6、7、8，速度比较快啊，9、10啊，我们刮15下，12、13、14、15。好，睁开眼睛啊，就这么几下，15下。那么体质稍微敏感一点的朋友们就会刮完以后啊，他会发现这个头上面特别的轻松。啊，整个头皮上面感觉一层一层的被解开了一样，还有一些朋友呢会感觉啊，这个眼睛上面会感觉特别的轻松。其实这条线啊，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啊。它呢可以帮助我们上面啊往头皮上面啊能帮助我们放松，下面呢就是我们的眼睛能帮我们放松。所以这条线呢，在我们秋乏的时候啊，秋天换季的时候，乏力啊没有精神的时候，你就给它多刮一刮。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还能应用到啊，比如说啊工作久了、伏案久了，或者是感觉有点疲劳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动作做一下，非常简单，就是头上面一条横线啊，你就拿这个我们的指节啊，像做眼保健操一样去刮啊，来回刮。那有很多朋友会反映在刮的过程当中啊有点疼啊，咱们呢在疼的点啊可以做什么呢？就比如我刮了一个点很疼，就是这个点啊。这个点很疼，那我们就在这个点上面顶住啊，我们就不动，数上2到3秒钟，比如说1、2、3，再把后面的做完。好，再来，到疼的点了，定住1、2、3，再来啊，就继续这样做。我们每天去刮一个20下到30下啊，就是刮完以后啊就会非常的舒服了。好了，这个动作呢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技巧啊，分享给大家啊，大家啊可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每天都会分享一个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不懂的视频下方留言，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啊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厉害的动作啊，叫做运膏肓。咱们知道现在很多的人啊后背啊僵硬。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肩颈啊，也有很大的问题，也有很多的中老年人啊出现啊脑供血不足。其实这些问题啊，都有一个非常适合的动作，就是今天准备分享给大家的运膏肓。那么膏肓啊，肯定很多人啊都非常熟悉，因为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病入膏肓，对吧？可想而知，这个位置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动作啊，其实是围绕着我们的膏肓这个点啊一系列展开的。它是可以活动到我们整个后背，包括啊运化到我们的一个脊柱，让我们的整个肩胛骨啊、肩颈啊，包括我们的气血啊往上去输送啊，提高我们啊脑供血的一个供血量。所以呢，这个动作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居家养生首选的动作。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以免以后找不到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这个动作啊也非常的简单，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用双手手背这个位置啊，去顶住我们的腋下啊，我们顶住，就这样，把这个姿势完成，然后呢，去转动我们的肩膀啊，来回的转动，上下转动，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手背点的这个地方啊，它里面就是我们的腋下会特别的酸，有些朋友还会发现啊，特别的酸胀刺疼，这个都是正常的啊。我们先把这个点啊给它揉开啊，揉开了以后啊，它能很好的把我们的整个背部打开，这样的话呢，才能把我们的膏肓啊给它运好。好，我们就这样去做啊。一般来说啊，去做上一个30下到40下左右啊，就能让我们的整个背部啊打开。好，做完30下到40下以后，我们要开始运了。怎么运呢？姿势依然不变，然后看耸肩。把我们的肩啊往前绕，回挺胸啊，来1，看2、3啊，大家注意看我的动作啊，你看耸肩往前，再往后啊，看耸肩往前，再往后啊，就这样去绕啊，我们配合呼吸，往前吐气。往后挺胸，吸气，往前吐气，往后挺胸，吸气啊，正面，非常的轻松啊，这个动作做起来非常的舒服啊。我们把这个呼吸啊配合着动作啊一起去做，你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这个头上啊、后背上面就会出汗啊。这个汗啊，其实出来和我们普通出汗不一样，很多人出的它是一种细汗，很粘稠，其实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一些不好的东西啊给它排出来了。
而且这个动作做完以后，你去活动一下整个后背，包括我们的肩颈，你会发现啊特别的轻松。所以这个运膏肓这个动作啊，是我们长寿动作当中的一个首选动作，也是日常居家养生锻炼当中一个非常适合、很具有性价比的一个动作。大家每天啊把这个动作啊去绕上一个30下到50下为一组，一天可以做2到3组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谢谢大家。